新知。我們今天有陌生的臉孔，他有點害羞，大家感覺到嗎？我們回歸正題，今天要講的是關於臉型，我會把這個臉型拆解成每個部位，然後把每個部位呢再講它的細節。只要你持續收看我們的節目啊，你就會發現哦，天哪，原來臉上這麼的複雜。其實我們每個人都知道臉上很複雜，可是現在大家都把微整想得太簡單了。那也很多人覺得，這個東西很簡單啊，這裡凹就給你打嘛，那這裡多就打消脂針嘛。可是很多事情不是這個樣子的，所以我們接下來的每一集對各位想要變美的人也都非常重要。強制產品對位，劑量精準樹眉，沒效的才是最貴。想做要找專業。好，那關於臉型，我們就要先提到一件事哈。我們大家知道哦，女生說我要想要臉小一點，我不喜歡臉太方一點。那到底決定臉型的是什麼？我們要提到一個觀念，叫做外輪廓。這個詞可能各位如果有接受微整的人，可能有聽過。好，那如果你沒有聽過的話，我來解釋一下什麼叫外輪廓。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圖。好，這是一個美女的圖。好，外輪廓簡單講就是我們臉部最外圍的這一圈，我們把它叫做外輪廓。很容易理解。那既然有外輪廓，那當然就有所謂的內輪廓。那內輪廓呢，指的是依照我們的眉毛、五官連線的一個內部的一個輪廓。簡單講，外輪廓決定你的臉型，內輪廓決定你臉的立體度。然後外輪廓跟內輪廓之間這裡叫做面部的折疊度。這也很重要哦。之後我會特別用一期來講什麼叫面部的折疊度。那所以你看我們節目一開始可能對有一些人而言，我開始有一些新的詞了。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講，我們的臉型取決於外輪廓。講到外輪廓大家一定看過這個圖。這個圖是什麼？這叫做馬夸克面具你就很有學問。馬夸克面具它怎麼來的它其實是以前的有一位叫馬夸克的人呢，他呢是根據所謂的面部黄金比例，有聽過嗎？沒聽過，好，沒關係。我們的自然界呢有一個大概1.68的一個比例你會發现那個海螺啊，或者是很多自然界台風眼啊，很多都有按照這個比例，所以就有人在想，在我們的臉上，我們按照這樣的比例，那它是不是就特別的好看？所以他就設計出這樣一個叫海夸克面具。你再看我把它套到人臉上，這個圖可能大家就看過了，甚至在一些雜誌上都，或是一些網絡上都會用這個。它就是按照一定的長寬比，然後去設計出這樣子一個比例。比如說你的眼睛、你的鼻子、你的臉型，可以按照這個比例，你就是一個非常漂亮的人。真的是這樣嗎？因為這個馬夸克的他是一個歐洲人，他設計的這個比例其實按照歐洲女生的臉型。我們知道歐洲的女生很多都是颧骨高，臉頰比較方。也就是說，歐洲女生的臉型，其實在我們東方人看來是比較偏男性化的。事實上，這個比例並不適合東方人。有時候你在網絡上可能看到說，像這樣子的一個他去畫出來的，其實這個跟原始的馬夸克面具的那個比例完全是不一樣的。我的這個觀眾有非常多是住在歐美，你看我們診所大概有40% 的客人都來自海外嘛，那他們平常接觸很多的外國人，那他們也很多的是給白種人的醫師處理過，處理完以後嚇到。為什麼嚇到？因為做完以後，這不是我要的，怎麼颧骨變那麼大，怎麼臉變那麼寬？為什麼？因為他們的審美觀跟我們非常的不一樣。一個東方女生的審美觀，如果按照比例來講，它的外輪廓必須符合以下幾個條件。接下來開始上課了到底我們東方人要的外輪廓是什麼？其實東方人我們剛知道外輪廓包含是這樣一圈，對吧？但是東方人大家通常第一在意的都是臉頰，因為東方人呢，特別是女生，都希望自己的臉小一點，因為大家都不想要有河豚臉。因為我們都知道這個叫臉頰可是我們臉頰其實分成2個部分，內側叫做口頰，靠近嘴巴叫口頰，外側叫面頰。這個我們都知道。來看這個圖，內側叫做我們的口頰，這一區叫口頰，外側這一區叫面頰。好，重點來咯，東方人最在意臉比較大。首先第一件事情，很多人就想到，我知道，臉比較大就大咬肌。很多人都這樣嘛。面頰這個要有什麼構造呢？這個詳細呢，我們臉頰我之後會錄更完整一集，讓大家看個過癮，讓大家徹底了解臉的構造。我今天先講一個大概，讓大家知道這個地方最裡面是骨頭，骨頭當然沒辦法靠微整形嘛。再來，它的上面有一塊很大肌肉叫咬肌。好，咬肌可以打肉毒，但是非常多人忽略一件事。我们看這個圖，咬肌上面還有一塊很大塊的組織叫做腮腺。一個人如果臉要小，腮腺也不能夠大。大家聽到這已經開始說，那腮腺怎麼變小？想知道我們之後還會有完整的，一定要繼續看我們的節目。好，所以面頰這個部分就是包含我們的咬肌跟我們的腮腺。這個地方如果太大，臉看起來就方。口頰呢，我講這一塊就是我們的嘴邊肉。你配合得很好，剛好這樣可以看得到這是我們的嘴邊肉。好，那嘴邊肉這個地方呢，又分成3型。什麼？嘴邊肉還分3型？對，我之後會很詳細的跟大家分析嘴邊肉分3型。你一定要知道嘴邊肉為什麼分3型，因為很多人他浪費了很多錢做了一堆療程，他就是想要改善嘴邊肉，結果他弄錯了，甚至他的醫師不知道嘴邊肉分型，不同的嘴邊肉它的治療方法是不一樣的。好，當嘴邊肉变大的時候，他的臉會變成 U 型，所以面頰大的人臉是方的，口頰大的人呢，就是嘴邊肉大的人的臉是 U 的。好，面頰跟口頰都大的人呢，
面包超人。所以我們在講臉型，第一件事你要先知道我們的臉頰分成面頰跟口頰，那怎麼處理呢？我們之後會有完整的一集哦。你先有一個這樣的概念。那下一個，我們既然講到臉頰了，很多人下一个就會想到，我知道，我們希望我們的臉呢輪廓好一點，還有一個重點，除了臉之外就是下巴，是下巴非常的重要，因為當你下巴短，你臉呢一定就沒有辦法是 V 的。可是很多人做微整形弄錯了順序，他想要讓臉看起來小，他先用下巴。大家有沒有發現，我剛剛在講我們輪廓線的時候，我第一個講的是臉頰，啊，我講了面頰、口頰，我才開始講下巴。這個處理的順序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為什麼？因為很多人就是說啊，我覺得我的臉啊，臉頰這個輪廓線太圓了，於是他第一個想法就打下巴。其實這個順序是有問題的。你想想看，一個圓臉再加一個尖尖的下巴，看起來好怪，就是你會覺得好像一個圓臉下面突然多了一塊，或者是有些人這個嘴邊肉垂下來了。他就靠着打下巴。首先，我問一個問題，請問你打下巴，嘴不會上去嗎？當然不會嘛，你打了下巴，這跟這也沒關係嘛。所以我們常常都知道，我們做微整形是想讓自己變年輕、變漂亮。可是有些人做完，你就會覺得他說不出來的怪。這怪在哪裡？就是你施打的順序不對，你的比例不对。很多人都會跟你說啊，你這個打比例不對。可是事實上，他很容易忽略一件事，就是順序。我們的臉如果要處理的順序，一定是先處理臉頰的部分，再處理下巴，這樣子臉才會順。還有一種狀況，可能各位在鏡頭前也有遇過，他就覺得說，我去打了下巴，我想要臉 V 一點，結果打完以後，他從側面看，他下巴出來了，可是就是不順，他不像人家真正是這樣子一個直線過來。為什麼會不順？他就這個地方凸出來了，因為他這個臉頰，他沒有先把下垂的口頰升上去，他沒有先把太大的面頰縮小，他就直接打下巴，那比例會很怪。那等到他發現這件事，他才去處理面頰跟口頰的時候，他一處理完發現，哇，他下巴打太多了。處理這個地方一定要先處理什麼？先處理的面頰跟口頰。你把面頰變小，口頰縮上去之後，很多人這時候就發現，我的下巴其實不需要填那麼多，他的臉就已經 V 了。而且這個時候你才會知道說，我這裡下巴要怎麼填才會讓它順，這件事很重要。所以這個比例要建立在順序上面，臉頰跟我們的下半臉跟我們的中臉交界的地方在哪裡？就是在顴骨下面這個地方，就在這個地方，在這一區。我剛剛講這叫面頰，這個叫口頰。這一區很多人他會有一個問題，凹陷，你知道嗎？臉頰凹陷就分成3種：前頰凹、中頰凹跟後頰凹。前頰凹很簡單，就是臉的前半段是凹的；中頰凹是這個地方凹，後頰凹是這個地方凹。這個臉頰凹呢，如果你適當的凹，會讓你的臉看起來是比較小的。可是你太凹，就會讓你的臉看起來什麼凹凸凸的，臉型不順。對。但是呢，如果你填的太多，又會覺得臉太圓。我只是剛好手比到這裡，我沒有別的意思。所以臉頰凹也是一門學問哦。這個學問有什麼重點？我剛剛講了，它到底要多平順、多飽滿，還是要保留一點凹？這個是需要有一點美感的。但是還有一件事哦。很多人說我知道微整形就是美感，也不是。你看我很多節目一直在強調大家一件事，你要知道結構。比如說前頰凹這個地方在填的時候不能填太多，因為填太多它會導致你下垂的很嚴重。比如說中頰凹這個地方，很多人他是根本不需要填的，他只要把口頰的嘴邊肉提上去之後，他的中頰凹就好了，他根本不需要填。他填完以後只會導致臉太大。你看現在畫面你的左手邊呢，你可以看到他的口頰是有水邊肉的，然後他臉頰，你看他臉不順，為什麼？因為在他的臉頰跟他蘋果肌之間有一個凹陷，這個凹陷就是所謂的中頰凹。很多人呢，很多醫師他的處理方式會像你現在畫面右手邊這樣，在他的臉頰、中頰這個地方做一個填充。哇，填完你看他現在是真的，他填完他的臉型變順了，看起來好像比較好看。可是坦白說，你不覺得他整個臉變大嗎？好，我們再看下一張照片哦。好，要是我呢，我的處理方式會這樣，你看兩邊的臉。我們做了什麼差別？我把它這個口頰這一塊水邊肉把它往上提了之後，它的水邊肉不見了，然後它臉頰會改善。我們現在看畫面中右手邊這個圖，你不覺得它臉平順多了，然後臉是變小的，比剛剛那種單純用填充的方式是不是好很多？好，這又驗證了一件事情啊，我們在做這些微整形的時候，你不僅美感重要，你對結構要了解，然後處理的順序很重要。很多人看到我臉頰凹臉不順就要填。不是啊，因為我們對結構了解，像剛剛那個案例，我們就知道這個時候你應該先拉提，拉完之後，你看它根本就不需要任何填充的臉就順，所以順序很重要。關於臉頰凹陷分這3型呢，我們後面有完整的一集來跟大家解釋，我相信對大家的認知一定會更完整哦。大家一定要記得繼續追蹤我們的頻道。好，那我們現在講完了臉頰呢，我們的臉型呢，從臉頰、面頰、口頰，好，再加上下巴，再加上頰凹，下一個要講到哪裡？講到太陽穴。好，太陽穴是這個位置啊，太陽穴這個位置。
事實上很多人會忽略太陽穴，有一些人他會想到打太陽穴，是因為這裡叫夫妻宮，夫妻宮太凹啊，怕這個夫妻關係不順。當然我有遇過客人啊，他說我沒有要夫妻，我想要一堆男朋友，所以夫妻宮對我不重要。不是你說過的。不是我。好，那太陽穴其實那個很多人都會打太陽穴，也會問一句話，就是說我太陽穴打了，我臉看起來會變很大。坦白說，其實太陽穴施打它不太會讓你臉變大。你看哦，所有的瓜子臉一定是上面大下面小，所以事實上太陽穴飽滿在修飾你的臉型、修飾你的外轮廓，其實是很重要的。因為如果你的太陽穴假設是凹的，你的太陽穴是凹的，你的臉型容易看起來像什麼菱形臉。你的臉下面再緊再 V 再小，你太陽穴是凹的，看起來是什麼菱形了，它不會是好看的臉。好，所以太陽穴很重要。當然，我們都知道一区叫太陽穴嘛，我們醫學上叫顳窩嘛。那事實上呢，它在解剖上面構造有分10層，它在美學上面分成3區。好，哇，大家很好奇，所以太陽穴怎麼打，它才好看？太陽穴要怎麼打才不會導致下垂？太陽穴要怎麼打它才會比較安全？這也是一門學問哦。其實像我們對太陽穴很了解的，你看我打太陽穴嘛，是不是超級快？我觉得它很簡单，可是你知道有些醫師就覺得很困難啊，他會害怕，不知道怎麼打。為什麼他會這樣害怕？因為就像有些客人說，我打太陽穴會不會就像那個電影裡面舉槍自盡的打太陽穴跟形同自殺一樣？如果你對太陽穴構造了解，其實它非常安全，也非常簡單。好，那你知道太陽穴美學該怎麼做？你會知道它打出来呢，不會讓你打完变成外星人大頭啊，但打完臉，你的太陽穴呢是立體感，然後可以塑造你的輪廓。所以太陽穴我們有專門一集。所以我剛開頭講，我們今天這一集是給大家外輪廓一個很重要的觀念。那講到後面呢，外輪廓還有什麼？頭頂啊？什麼？頭頂也有微整形？那頭頂也看不到啊。對啊，大家想說頭頂有頭髮就好了，幹嘛呢？所以坦白說，這個大家很容易忽略。好，那當然，我們對頭頂呢，它的修飾有些人是靠頭髮，那有一些人呢，他可能沒有在意到。事實上，如果以微整形來講的話，有一個技術叫做高顱頂。高顱頂的意思就是說，我們是可以在額頭这個位置、髮際這個地方，我們可以做一些填充。那做這個填充它有什麼好處？很多人都莫名其妙做這幹嘛？看起來比較高是嗎？飽滿。不是飽滿的問題而已哦，因為大部分人都只注意到額頭要飽滿，對，額頭飽滿很重要。但事實上，額頭飽滿指的呢是這一區，高顱頂指的是上面這兒。那對於有一些人而言，他的臉特別的窄。那他只要說他的這個高顱頂稍微高一點的時候，他整個臉型一拉長，然後就會好看很多。當然，很多人他會覺得說這個部分我可以用髮型來修飾。但對於有一些人而言，可能他的頭髮沒有那麼的多，或者是他的這個頭髮喜歡往後梳，他沒有辦法用着髮型去用，他是可以靠微整形來處理的。那關於這一集，我想這個題目可能大家很少聽說。我也會特別錄一集高顱頂還有額頭，好，在後面也會有一個專門的一集。講到現在，大家都知道什麼叫外輪廓了。外輪廓就是這一圈，順序很重要。先處理臉頰，臉頰包含我們的臉頰包含我們的面頰跟口頰，好，再來是下巴，再來是我們的頰凹，頰凹分成前中後，好，太陽穴，好，再來是我們的顱頂。而這就是外輪廓的觀念，這樣就夠了嗎？其實整個外輪廓呢，我們在做的時候很重要一點就是流暢度。什麼叫流暢度？其實就像我們東方人不喜歡臉凹凹凸凸的，不喜歡這裡凹這裡凹這裡凹，好，太陽穴凹的看起來像菱形臉，臉頰凹的看起來很苦命，下巴跟我們嘴邊肉交接的地方這個凹看起來你的輪廓線就會不順。好，那流暢度就非常的重要。可是哦，不是只有流暢度而已，我們在施打的時候，我們還會很在意一件事，就是我們可不可以借由填充這些位置，來達到一些固定的作用。這很重要。什麼意思？其實坦白說，有很多的診所，他把這個填充當做拉提這件事，那是一個話術。你看我之前講很多，那是一個騙術。填充從來都是為了改善凹陷。他不會填一填，你這塊肉就彈上去，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的確可以借由適當的填充，讓這個填充物在某個程度上，讓它有一個叫做 tenting 的作用。tenting 就是搭帳篷的意思。當我們把它搭帳篷搭起來的時候，如果你層次打對，它其實有一點像是有一點點锚定的那種感覺，但是如果你層次打錯了，這個填充物非但沒有這種微微固定的作用，它甚至會加速下垂，所以你對構造的了解就非常的重要，那打哪些位置就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你在打輪廓的時候，很多人只在意說我想要我臉型順，但是如果你接下來看我們後面幾集，你可能就會開始問，你就會問你的醫師，你這個位置你想要幫我打深層還是淺層？你可能就會開始有點概念。你在打太陽穴的時候，那個，請問一下，那個菲比醫師，你想要太陽穴
你要幫我填在哪一層？填在皮膚下那一層嗎？還是你要怎麼樣？所以有的時候，我不是要你去挑戰你的意思啊，但是有的時候你稍微了解一下會更好。不然你不覺得我們診所專門在幫人家處理善後啊？一天到晚人家怎樣，然後我們每次開刀一打開說，這是什麼搞的？怎麼會打這個位置啊？難怪凹凹凸凸的，難怪臉垂成這個樣子。好，所以知道這些知識對你們有很多的好處。那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我們剛剛講填充，我們要知道，我们要流暢，對吧？我們希望要打對層次，讓它有一點微微固定的作用。還要注意一件事，不要太過頭，因為有很多的診所，它的原則是賣越多越好。对，把你的臉變成大饅頭越好，這是不對的。漫畫這個詞，我相信大家一定知道。如果大家好奇漫畫臉，我光漫畫臉就有7集嘛哈。我裡面有講各種不同材質的漫畫臉，還有哪些位置可能會漫畫臉，大家可以去好好看一下。我們希望我們在做外輪廓的時候，有一個重點是打完讓它是順暢，是平順。可是很多時候那個平順點的拿捏就很重要，因為它在某些過渡線打過頭的時候，就會造成漫畫。比如說我剛剛講那個臉頰凹，這個頰凹的位置是我們的下半臉臉頰跟我們中臉交界的這個位置，你一旦打太多點就會看起來很鼓，然後笑起來會很大，這個就是一種漫畫，所以千萬不要打多。一樣的道理，很多人在追求說我希望我在做輪廓的時候臉呢是比較 V 的，可是順序弄錯了，很多人先用下巴，結果就變成蛇精臉，或是埃及法老臉，這都很重要啊。講了這麼多，我其實要跟大家講，我們今天給大家一個外輪廓的概念，之後每一集我都會講得非常的細，大家一定要追得下去，因為做微整形這件事是要讓自己變美，不然你很容易就會陷入一個沒笑才是最貴的問題。Hello， 歡迎大家收看《打破醫美繆斯》。很多人都覺得我就是一個胖子，其實我不是一個普通的胖子。就像很多人覺得我臉大，我其實不是一個普通的臉大，我是臉超級大。我不知道我們拿個尺過來好了。其實我們今天的主題是很多人在意的，覺得臉大第一件事情當然就是打肉毒，對不對？為什麼？因為打肉毒可以消咬肌。好，咬肌在哪個地方？這是我們一個側臉的圖哈。咬肌就是這一塊，咬肌是一個方形的肌肉。大家第一個印象就是臉大就是打咬肌，為什麼？因為咬肌剛好就在我們骨頭最外的這個地方，所以咬肌比較肥厚的人，然後臉看起來比較大。有些人說我又沒有吃檳榔，我咬肌為什麼會大呢？好，那可能你有習慣咀嚼，尤其很多人磨牙都是磨一邊，所以它一邊臉就會特別大。可是我們今天的主題是。哪些問題它是臉大，可是它卻是肉毒沒有辦法解決的？也就是你會以為我的臉大，我打肉毒，打咬肌臉就會變小，結果打完發現怎麼沒效？我們今天來看是哪些問題，我們一個一個來分析這張圖裡面的構造。好，下一個問題是更少醫師去注意的，他沒有注意到臉部結構擬，所以我常常在講醫學美容美感重不重要？很重要嘛，對不對？但是在美感先前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你要對臉部的構造要非常的了解。你对臉的構造不了解，你根本沒有辦法打造出你想要的美感，可能會用錯誤的方法或危險的方法去，或是做出來根本不是你要的結果。比如說這個東西腮線，腮線是什麼東西哈？我們剛剛說這個是咬肌，咬肌是個方形的骨頭，我們看到這裡有一個紫色的這個東西，這個叫腮線。腮線哈，其實就是我們臉上最大的口水線，就是它是分泌口水用的。好，那這個腮線它的位置正常是在這個顴弓以下。我們看這個側面，它是在這個顴弓骨的下面。好，那大部分的人腮線呢，它應該是在這個我們的耳垂以上的位置。可是有一些人，他隨着年齡，他會越來越大，它越大，甚至會掉到耳垂的下方。好，那有些人他的腮線是天生大，但是其實有很多人哈，他小時候他可能有得到那個腮腺病毒、腮腺炎哦，不管是細菌性或病毒性的這個腮腺炎，這個腮腺炎啊，用台灣話講，你知道台灣話怎麼講腮腺炎嗎？叫做豬頭皮，豬頭皮哦。那為什麼會這樣？因為它腫起來之後，它臉會變得很寬很大，就算它好了，它的腮腺也會變得比一般人大一點。那還有一些人呢，他容易口乾舌燥，那口乾舌燥的人，他的腮腺也會代償性的增厚變大。怎麼去分辨？很簡單哈，你可以用你的手摸你自己的臉，好，你摸你的臉，你用力咬，咬牙切齒用力咬，會變硬的那一塊就是你的咬肌。那靠近耳垂這裡有一塊，如果你這裡是凸起來的，可是你用力咬它沒有變硬，那代表就是你的腮腺是比較大的。
好，那所以你要去分辨說，你耳朵前面這裡如果太鼓的人，你要分辨它是咬肌還是腮腺，就用力咬去看。這裡多了一塊，鼓起來一塊，這個就不是咬肌，這個是腮腺肥厚。好，所以不要弄錯咯。這個腮腺肥厚其實不好處理，為什麼？因為腮腺肥厚一般用微整沒有很好的效果，打肉毒可不可以讓腮腺變小一點？微會有微微一點的作用，也會有一點作用哦。但是它不像咬肌，咬肌你打肉毒很明顯它就會縮小。那有些人說，那我拉皮的時候可不可以順便把腮腺變小？也不太可以啊。為什麼？因為腮腺它本身裡面包覆着顏面神經，有時候變成手術當中，我們要去掉表面的一些油脂，讓它变小一點。那你一定要弄清楚，不要以為說，這個是咬肌。還有什麼狀況？你臉大，你以為肉毒可以改善的？這個我也常常會遇到有客人哦，你剛剛一定要只有說，這是我就是這種案例，是不是？你的表情真只是笑而已啊。但是我是肥胖啊，我不是嘴邊肉太垂。我其實過去幾年常會有客人就說啊，我這嘴邊肉，那我可不可以打肉毒把這嘴邊肉消掉 ？Nope。因為很多人會以為嘴邊肉就是一種肌肉啊，肉毒不是可以把肌肉變小嗎？嘴邊肉分3型哈，有分第1型淺層的問題，第2型深層的問題，第3層中層的問題。我們如果有興趣的，歡迎去看我們那個影片上嘴邊肉有分3型的影片。那這嘴邊肉呢，這3型都跟你的肌肉是沒有關係的，所以你打肉毒是沒有辦法讓你的嘴邊肉變小的哦。好，我們要讓它臉變小。好，那首先一個很重要的地方，我們就是要判断，好，它這個嘴邊肉是哪一型。特別是第2型的嘴邊肉，第2型的嘴邊肉，它夾子墊掉下來，所以它臉就有一坨圓圓的。你會發現一件事哈，其實這個嘴邊肉它其實不一定是年紀大的人才有。好，比如說鄭醫師，你現在當然沒有嘴邊肉了，你之前那2塊掉下來，是不是看起來像大媽？現在看起來像高中生，沒關係，現在看起來高中生就好了哈。現在看起來高中生不要生氣哈。好，那我們看，我一直想給大家看這個照片，他很年輕，对不对？可是你看他這裡有一塊，為什麼？像他這個也是屬於第2型的嘴邊肉哦。那它就是深層的夾子墊掉下來。那通常年輕就有這個狀況，是因為他有嬰兒肥。嬰兒肥就是你的深層的夾子墊太大。那這一種有嬰兒肥的人，他很容易掉下來以後，就變成他年輕的時候就有一塊嘴邊肉大。那我給大家看這個照片，就是我覺得這個很重要，因為大家很多診所哈，我常看到很多診所，他秀他的那個術前術後照片，他會幹嘛？他就是術前的時候沒有笑，垮下來；術後的時候笑啊，就上去了。跟你說，你看我們拉線的效果好好。正常的人，你只要笑他都是上去的，這個是一種作弊的方法。所以我給大家看這個照片，就是同樣你如果要比較，都要看他一樣的表情，要麼都不笑，要麼都笑。而笑你可以看到，為什麼這個地方會變小？就是把深層的夾子墊把它提上去，你臉就會變小，會變 V。除了剛剛看了幾張年輕比較輕，想要臉變小的，那年紀比較大，沒有像以前那麼小，原因就是為什麼？它垮下來了，它臉變成什麼？從這樣子上去的 V 型臉變成粽子臉哦，端午節粽子就是這樣嘛，對不對？好，那就是因為變成這樣 U 型臉，所以我們把他的嘴巴提上去，你就會覺得怎麼樣？他臉變小。這是一個男生啊，哈，這是我們的老客人啊，哈。其實不只是女生哈在意臉大，其實像很多男生也在意臉大。像這個男生他也是一樣，他的年紀也是輕，可是他也是先天就有嬰兒肥。我們就是把他身上的夾子墊把它往上提。因為其實這個有一種很古老的術式，就是口內取脂，從嘴巴裡面把夾子墊拿掉。這個術式大概1976年左右，那個時候就有醫師發表了。有沒有看過這篇論文？那為什麼？因為它有一個問題，就是這個從口內取脂，它一開始看效果是很好，不然過2年你就會發現它鬆得很快，它垂得很快。為什麼？因為我們的口頰這個地方，它不像我們臉頰那樣都有骨頭支撐，這個地方唯一的支撐就是靠夾子墊。然後你把夾子墊抽掉的時候，它這裡就空了，它很快就會垮下來。所以這我們要怎麼處理？你可以採用線的方式，我們把這個夾子墊提到颧弓裡面，你不用擔心它後面會下垂。再來，我們提到颧弓裡面，它也有臉變小的效果。我剛剛說臉要變小，你可以除了用拉線之外，也可以像他用手術。有些人他想要的是持久強效的效果，像我們這樣在變的時候，這是我們另外一個老客人哦，他也介紹很多朋友過來。我們把這個嘴邊肉，我們把它往上提之外，我們做什麼？做3層次拉皮。我們把這塊深層的夾子墊把它往上提上去之後，它臉你看它本來這有個凹，然後這裡是多出來一塊肉 U 型臉，
我們提上去之後，他臉的凹不見了，然後他這一塊掉下去的這個嘴邊肉上去了，然後上去之後再把多的去掉。那這一種做法，它就不像口內齲子。口內齲子你把多的假指墊拿掉的時候，我不是說後來他臉會更垂，但用這種3層4小臉的方式，它做完你臉會變小之外，它還會很緊實，不會，你不用擔心後面會有掉下來的問題。下頜骨是什麼？側臉這個地方下面的這塊骨頭，好像這個客人，你可以看到他的下頜骨非常的往後。一般我們很多女生啊，她喜歡臉 V 一點的話，她这下頜骨這個角角要往前一點點。好像這個女生，她可能她很在意，她覺得她臉大。好，那她的問題在哪裡？就是她的下頜骨長得比較後面，所以我們把這個下頜骨後面的這個下頜角把它去掉，也就是這個角角把它去掉，臉看起來真的會比較小，會比較 V。好，可是下頜骨不是單下頜角的問題而已。我們來看一下，好像這一個女生呢，她的這個下頜角沒有那麼的明顯，她的臉卻看起來比較大。好，為什麼？因為她的這個骨頭哈，問題不是在於那個角角。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這個下頜角哦，很多人都以為削下頜骨的時候就是把这個角角去掉，可是我們看這個女生，她的角角並不明顯。可是我們把她骨頭削完以後，你會發現，她的這個臉型看起來 V 很多，為什麼？因為她削的不是這個角角，好，她不是把這個角角削掉，她做的是把這個骨頭是這個方向這樣削下去，是這個方向削，而不是這個方向削，也就是把你骨頭的厚度變薄，骨頭變薄的時候，你的臉也會變比較窄。好，我們再看，那這個女生她當然更明顯了，因為她的骨頭呢是整個怎麼樣？她這個骨頭不是像這樣子直直的哦，她骨頭是這樣往外翻。那這個時候，她既要把角削掉，也要把它削薄，臉才會有一個明顯的改善。所以，如果你的問題是下頜骨的問題，你單打肉毒，你的改善幅度一定是有限的，因為肉毒並沒有辦法明顯的改善骨頭的問題。我們講了很多臉的問題，那些問題都是用肉毒改善不了的。好，那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下頜線。很多人他其實臉是小的，頭也很小，可是你遠遠看就覺得他臉很大，為什麼？因為他臉跟脖子連在一起了。這個在大陸有一個說法叫薄臉，對不對？薄臉就是他臉少了這個弧線，就像什麼？就像之前的鄭醫師。不是，我想你人就在這，就剛好舉個例。所以有時候臉大的問題，它不一定是臉，還有包含脖子的問題。我們來看哈，比如說，這是元六大哥，好，我們來看啊，元六大哥哈，他手術前你可以看到，哇，他的雙下巴很明顯。好，那這個時候，這個雙下巴這個位置就會造成一個問題，叫做頸合角。頸合角就是這個東西，這個叫頸合角哦，它就是這個角度。哦，那他術前變成這個角度，他術前是這個角度了，術前是這個角度。好，所以我們要怎麼把這個東西變成這個角度呢？他做的就是這個 corset 的3層次，就是我們把深層的這個下頜脂肪墊，我們把它往前挪，再把我們的這個中層的筋膜收緊，再把皮收緊。這個角度做出來的時候，你才有辦法把你的頭跟脖子做一個分隔。我今天介紹了這些主題，就是要提醒大家，很多人在意自己，希望自己的臉小一點。好，那臉小一點不是只有打肉毒就是萬能的，你必須判斷你是咬肌的問題，還是你是咬肌表面腮線的問題。好，或者你根本不是咬肌問題，是咬肌前面嘴邊肉的問題。那嘴邊肉有分3型，你是哪一型呢？好，是下頜角，還是下頜骨往外開，還是它太厚？你是不是下頜緣的問題？那這些問題都會造成你臉看起來變比較大。好，當然，如果你都不想要處理，你還有最後一個方法，就是像鄭醫師，你坐在我旁邊拍照，你的臉看起來都會很小。OK， 好，今天我們就到這邊，沒笑才是最貴。想做要找專業。我們今天的節目到這邊，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歡迎大家把我們的資訊分享給你的朋友。
我相信可以給大家很多正確的一些概念。好啊，如果你分享給朋友，你跟我們說，我們的小編會在線上把我的一本電子書分享給你哦。那這本書裡面寫了很多的關於微整形一些解剖的一些概念，我相信對大家在愛美的過程中可以少走很多的冤枉路。今天就到這裡嘍，拜拜。看了我们今天的影片之後呢，對你是不是很有收穫？你要不要確認一下今天這個影片你到底吸收了多少？趕快來做以下這些題目哦。